今天与各位分享一篇奥地利德语媒体标准报关于中美两国争夺人工智能霸权的报道。中美角逐超级智能全球霸权，能源、数据、芯片，两大超级大国的竞争正日益聚焦于人工智能领域。这一趋势在众多方面显现无疑。英伟达 CEO 王仁勋并非制裁政策的拥护者，这实属情理之中。当拜登政府于2022年对中国实施芯片禁运时，王仁勋就曾公开质疑，此举将让美国企业错失价值500亿美元的市场，更会危及就业岗位与税收收入。今年4月，他再次向可能上任的特朗普新政府重申这一焦虑。然而，收效甚微，美国政府近日甚至将出口禁令扩大至 H20 芯片。配图说明，中国南京的一幕，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正争相抢购美国芯片，试图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权争夺战中占据先机。这些芯片原本是英伟达专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虽然被视为性能更强的 H100 芯片的精简版，但仍可用于人工智能开发。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中国科技巨头中引发抢购热潮。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去年订购了价值160亿美元的该型号芯片，部分原是为了将中国的大语言模型深度求索 DeepSeek 整合到自家应用中。美国批评人士因此指责英伟达通过 H20 芯片变相规避制裁。在美国宣布禁止出口 H20 芯片短短2天后，即4月17日，王仁勋突然造访北京，与中方高层官员会晤，就芯片禁令的影响展开磋商。新工业革命，这是全球两大经济体激烈竞争的最新一幕，但绝非终章。这场竞争的核心目标是实现超级智能及人工通用智能 AGI。AGI 指的是认知能力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AI 主导权带来的变革如此深远，将定义未来数年中美竞争的格局。但这场竞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为何 AGI 的研发具有如此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这个问题的答案充满未来主义色彩，而专家断言，我们距离这一未来仅有数年之遥。人们常将这场变革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工业革命的浪潮始于1776年蒸汽机的商业化应用，当机械动力取代人力驱动纺织机，英国布匹产量变成几何级增长，蒸汽抽水机的应用进一步促进了煤炭与铁矿的开采，这又反过来推动了更多蒸汽机的制造与使用。铁路的诞生则大幅加速了物资流通。1760年，英国棉花进口量仅为1130吨，到1830年已飙升至11.93万吨，增幅达100倍之巨。同期纺织品出口额更是从70万英镑急增至3100万英镑。这种指数级增长使英国在短短数十年间，从欧洲边缘一个不起眼的岛国崛起为史无前例的日不落帝国。至1920年代鼎盛时期，大英帝国掌控着全球约25%的陆地面积与20%的世界人口。法国、德国等国家很快人头赶上。英国在蒸汽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虽持续至1945年，但经历2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技术霸权最终移交至美国手中。与战争息息相关，人工智能在未来数年将带来多大的生产力飞跃，目前尚无定论。保守估计显示 ，AI 或推动年 GDP 的增长约5%，而开放慈善组织Open Philanthropy 在高级 AI 会引爆经济爆发式增长吗？报告中则预测，对中美等发达经济体而言，这一增长率可能高达30%。但即便工厂产能仅提升3%，也足以决定威权与自由体制之间的制度性竞争。究其根本，人工通用智能 AGI 更意味着21世纪的军事霸权。乌克兰战争已清晰展现，由 AI 控制的无人机群如何主宰现代战场。失控的梦魇，若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掌握超级智能，将直接滑向绝对控制的黑暗深渊。正因为如此，
美国加速主义者几乎必须加快研发步伐。他们认为监管与官僚程序只会阻碍发展，必须予以废除。而 Palantir 创始人亚历克斯·卡普在其新著《技术共和国》中，则力主科技企业与美国政府建立紧密同盟。他将超级智能的探索比作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强调如同1940年代一样，必须举全国之力推进。为此，美国正在不计碳排放代价开发新能源，因为 AI 数据中心是耗能巨兽。而在发电领域，中国自2012年起就占据明显优势。目前，中国年发电量超过1000太瓦时，美国尚不足其半数。能源来源已退居次要。尽管中国如今是太阳能电池板第一生产国，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目前有29座核电站正在建设，更有惊人的289座燃煤电厂也在建。全球力量格局的深刻变革。4月初，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米特向美国国会能源委员会发出紧急呼吁：倘若中国率先实现超级智能，将以当前人类既无法理解也难以预测的方式，彻底改变全球力量格局。我们需要诸位提供。施米特向议员们强调，所有形式的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不可再生能源，任何形式都行，必须确保能源供应，且要快。这场竞争远未尘埃落定。技术上，美国虽暂时领先1至3年 ，ChatGPT、Gemini 和 Grok 等日常可接触的大模型更是明证。美国至今仍掌控着高端硬件的命脉，但恰恰这些制裁正倒逼中国探索更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例如，深度求索 DeepSeek 因美国芯片禁令限制，反而研发出算力需求更低的优化模型。而中国还握有一张王牌，14亿人构成的智力宝库。而如今，这庞大群体正致力于让自身劳动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网民评论吧。第一条评论：欧洲急需迎头赶上，但现实是各国财政出金见肘，而欧洲对资本市场的抵触情绪正阻碍着私人资金及让广大散户也能从中受益的资金流向基础设施领域。欧洲需要万亿资金，这些钱其实静静地躺在欧洲民众的储蓄账户里，但持续征收的惩罚性税收注定让资金无法流向各国政府与民众真正急需的领域：数据中心、AI 研发、气候改造与转型、基础设施乃至国防建设。奥地利的情况尤为严重，这要归功于法伊曼及其社民党与绿党。风险投资在奥地利遭人唾弃，尽管它才是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唯一希望。继续往下，考虑到美国即使在奥巴马这样的温和派执政时期也大肆进行间谍活动，加之美国如今正滑向法西斯独裁的深渊，相较之下，中国或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事实上，所有理性人士都应共同努力制止这场 AI 竞赛，让人类像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那样携手合作，共同开发安全可控、造福全人类的人工智能技术。再往下，中国正演变成为一个由人工智能主导的一群社会。我的直觉是，这结局恐怕会像共产主义试验一样，理论上公平正义、共同富裕，但实践层面总难逃脱现实困境。这个人跟帖说，当前形势表明，欧洲恐将成为这场科技竞争中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的人。继续往下，无论如何，都将走向反乌托邦。像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若能掌握超级智能，必将直接滑向绝对控制的黑暗深渊。好吧，假设美国率先研发出超级智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美国政界难道就能在每次重要决策时都咨询超级智能的意见吗？以防有限的人类智慧把事情搞砸？最终统治世界的终将是超级智能，问题只在于谁先发明它，以及它何时降临。无论哪种情况，结局都将是反乌托邦式的。再往下，文章中提到，
若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掌握超级智能，必将滑向绝对控制的黑暗深渊。于是，这网友说，这正是美国加速主义者全力推进技术研发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由哪个国家掌控这类系统，其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甚至不需要那些确实大量存在的疯狂极端分子推波助澜，即便是最善良的初衷，在超级 AI 面前也将不堪一击。试问，还有哪个物种会如此孜孜不倦地破坏自身存续的根基？下一则，这是否能成为抢占 AGI 超级智能先机的绝对优势，仍有待观察。当前社会显然尚未准备好应对可能出现70%失业率冲击，各位如何看待这一前景？德国知识点评。所以之前的某些节目我就说过，今后可能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口，政府的职能是确保人类能体面地活着。那么今后是否考虑，比如说征收机器人税呢？然后再通过2次、3次等再分发给人类？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如果今后什么都让机器人去干了，而人类却无法生存，大量失业，那就本末倒置了。继续往下，失控的噩梦，作者难道没有看过斯诺登事件吗？我们欧盟早就身处这种监控之中，美国监控着欧盟境内100%的互联网、移动通讯和金融交易，而欧盟各国竟然默许纵容。至于能自动筛查归档这些数据的 AI 系统，想必美国人现在也早已部署到位了。再往下，中美2个专制政权正在角逐世界霸权。天哪，这下可有好戏看了。而欧洲呢？几十年来，我们的政客只会一味依赖他人。下一则，对此我只能说，祝美国和欧盟好运。上周我刚因工作去了上海，那里的发展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城市每年都像被重新打造过一样。高铁快得惊人，又准点又实惠，人们友善又勤奋。是的，我也不喜欢那里的政府，但说实话，美国这几年在这方面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德国知识点评，对于西方人的思维，我也只能无语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治理国家的水平不行，那么这个国家能发展好吗？既然他夸奖上海的各种先进发达，难道不与政府的治理有关系吗？难道就因为中国的执政党叫共产党，西方人就过敏性的条件反射，然后就说我不喜欢他？这样的逻辑不是脑残又是什么？再往下，在美国，特朗普显然是超级智能 AGI 领域的领头羊，而马斯克紧随其后。这个人跟帖说，是呀，他是懂王。再往下，拜登政府2022年对中国实施芯片禁运一事具有深刻启示。当一个国家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时，其发展确实可能被钳制，这认证了自主可控的必要性。我们必须掌握全产业链能力，才能在供应商断供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实现自主替代。中国已具备自主芯片制造的完整技术储备，若其真能发力，人工智能领域并将成为中国引领全球的又一突破口。国际社会需要认清，在当今世界，施压制裁不仅难以凑效，反而会适得其反，受压者要么强力反制，要么另辟蹊径，最终导致合作基础彻底瓦解。我们看跟帖，中国目前确实尚未掌握最新一代高性能芯片的制造技术，这绝非易事。值得一提的是，相关核心技术高精度光学设备其实源自我们欧洲。这又是一条跟帖，确实如此。问题在于中国人还能隐忍多久？中国政府曾许诺中国人2025年前实现繁荣，而眼下中国内部已然危机四伏。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正将自身过剩危机转嫁给欧洲，滞销困局，定价过高的电动车在本土市场严重滞销，产能倾倒，借过剩产能大举涌入欧洲市场。连锁反应，福特、
大众及其供应链厂商正遭受毁灭性冲击。下一则，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权所带来的变革如此深远，必将塑造未来数年中美竞争的格局。欧盟甚至未被提及，这很能说明问题。继续往下，这是跟帖。欧盟甚至未能列席乌克兰谈判桌。这个人跟贴道：那欧洲处于什么位置？有人知道吗？我们看下条跟贴。这个人回答道：一如既往，欧洲完全被边缘化，边缘化到甚至没有人会想到欧洲有朝一日可能成为竞争对手。我们太无足轻重了，对我们来说，金钱比创新更重要。所以我们把麻烦事留给别人，我们自己坐吃山空。与此同时，其他人正凭借勤奋和努力遥遥领先。再往下，我这就去拿爆米花，等着看这些令人捧腹的评论。下面是几条，比如 AI 根本不算真正的智能，谁需要这种无聊玩意儿？他们除了胡编乱造还会什么？背后不是谷歌、美国、中国在搞监控吗？人类迟早被这些东西玩完，趁早禁止才是正道。全是炒作，5年后谁还提这个？没有 AI 的世界更好。我80年代的计算器也挺智能，等着机器人抢饭碗吧。太危险了，为孩子们着想吧。AI 水平取决于训练数据，而数据全是假的。我们看跟帖，正因为如此，欧洲在这场竞争中甚至不配被列为参赛选手。继续往下，其实美国人真正该做的是通过自我提升来保持产品优势。若只是一味限制出口，只会更加激励中国人自主研发芯片。我曾就职于一家非芯片行业的企业，当时在全球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当时的研发主管常说，把简单的留给别人，我们专攻复杂的，唯有比他人更优秀，方能保持领先。再往下，中国目前正在建设29座核电站以及惊人的289座燃煤电厂，关键点是低廉和可负担的能源。此外，289座燃煤电厂在建，试想其中的深远影响。我们看跟贴。中国正在切实减少二氧化碳排放。Carbon Brief 最新分析显示，中国2025年第一季度碳排放同比减少 1.6%， 最近12个月累计下降 1%。来源是 Carbon Brief。这就是您所指的深远影响吗？我们看又一跟贴。确实，中国正在逐步淘汰老旧高污染电厂，既因能效低下，也为一氧化碳等有害排放。与此同时，在中国每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再往下，而在奥地利，我们很可能即将把现金支付写入宪法，并以法律形式保障模拟生活权及非数字化生活权。国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思想闭塞的乡野村夫，政客们的行为也如出一辙，这在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如此。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这也是一条跟贴。我也认为非数字化生活权非常重要，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强迫在日常生活中，如办理银行业务、政务办理等等，必须使用智能手机。德国知识点评，在德语区确实还有一些极端保守的人，他们强调个人隐私的保密，不想过多透露私人信息，不想被监控，不想要摄像头等等，甚至有的人拒绝使用智能手机，还使用那种功能机，拒绝使用社交媒体等等。他们呢，就是守旧的一群人。其实我们都知道，整个欧洲都被美国渗透成筛子了，对不对？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而已。我们也知道，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手机都被美国监听了，而且监听了好几年，这是当年的一大丑闻。现如今，德国人使用的都是美国的数字平台，他们竟然还以为自己的数据很安全，完全是一群
思维停在上世纪的乌合之众。至于说欧洲会有什么人工智能的企业，那不更是天方夜谭吗？可以说今后只是中美两国的天下。好的，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踊跃发言。